这不能怪小家伙异想天开，在街上流浪时，磕破碰伤是家常便饭。虽然和爹娘生活的时候保不齐也有小磕小碰，但那时有人用灵力给他治伤，有冰冰凉凉的药膏和晚上娘亲为了安抚偷偷给的糖块。但在那泛着霉味底子的街角，这些都没有。他一开始不适应，吃坏东西吐到以为自己要死了，或是崴了脚，充血的吓人，还以为要残废了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后背被划了一道口子，他不知有多深，也不知有多长，只知道身子沉重的仿佛不是自己的，挣扎着去了离医陵不远的医馆，身后是人们的惊呼。他不在乎那些，只是在想自己前几日捡的胡桃，沉甸甸的都在布里，沉得很，可不可以换坨药膏？老大夫没去收他的胡桃，颤颤巍巍地给他上药，告诉他伤口没多大，没事的。他信了，似乎真的不疼了。再后来，老大夫忽然不见了，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，药馆也空了。可再次受伤的时候，他不去看，似乎真的不疼了。以至于如今，他习惯性的不去看，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，不就是摔一下吗？他摔的还少吗？不疼的，他不怕疼。但他没摔疼，被人捞进了怀里，熟悉的檀香扑面而来，他被那人搂在了怀里，头靠上了温暖的胸膛，那人的心跳格外剧烈。魏婴，你怎样？蓝忘机方才还以为小家伙坐得不舒服了，在调整姿势，怎料那小团子受惊的兔子一般，蹭的一下从臂弯里窜了出去，眼看就要狠狠摔在地上，心都提起来了，情急之下直呼其名，顾不得其他，冲上去一把将那小小的孩子抱住，感受到怀里的体温，一颗心仍后怕的颤抖。小团子还那么小，骨骼肌肤都脆弱得很，身上的擦伤还未好，竟是地板是厚重坚硬的实木，摔上去该有多疼。小团子吓傻了一般，呆呆愣愣地缩在蓝忘机怀里，大眼睛微微发红地看着少年。蓝忘机面上的焦急显而易见，秀丽的眉峰蹙着，淡色的眼眸中目光直直地对着他。他在担心。小团子眨巴眨巴眼睛，忽然觉得眼眶干涩极了，心里也酸胀难受。这边那少年见他不说话，以为他真的是被吓到的，将那孩子柔软的身子整个抱在怀里，手一下下捋顺着小团子的后背，感受到小家伙过快的心跳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柔声问道：可是疼了？小家伙状似黏黏地趴在他身上，小脸蛋埋在了他的颈窝，紧紧地贴着他。蓝曦臣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多余，忘机，你轰轰魏公子，他还小，受惊就不好了，小儿受惊会生病的。生病？蓝忘机喉头一涩，抱着人的手又紧了紧。魏婴今天可不就是受惊了，竟是会生病？这么小的孩子若是生病啊！蓝曦臣觉得蓝忘机误会了什么，刚想说没他想的那么严重，余光瞥见了他肩上的小团子。方才抱着他手撒娇的小孩子完全乖软了下来，缩成更小的一团，趴在自家弟弟怀里，小爪子不自觉地搂得紧紧的，眼眶微微发红，没哭，但水光盈盈的，鼻尖和脸蛋也蹭得红红的，整个小人温软的让人心都化了，一副依恋之态。蓝曦臣愣了愣，这孩子似乎真的很喜欢忘机。方才莫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忘机，才会流露出那般幼子的姿态。想来自己弟弟刚刚面色阴沉，吓到这小家伙了。忽然有些感慨，不知由何而来。难得看到忘机这么紧张的样子，自己这个弟弟什么都好，只是对于感情，如果能因为这件事而改变，也不失为成长。幼儿受了惊吓的确容易生病，尤其是被人吓到的。我看小魏公子方才误把我认成忘机，才会如此粘人，可见他是真的喜欢忘机。蓝曦臣笑道：忘机别吓到小魏公子，这里他只认识你了。蓝忘机愣住了，什么叫误把兄长认成了他？魏婴方才是把兄长当作他，才会，心里翻江倒海，掀起巨浪，惊喜、不可置信、恍惚，竟是这样。这里他只认识你了。的确，魏婴最近颇为黏着他，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。他能觉出这孩子对自己丝毫没有戒心，把内里的柔软都给了他。他方才面色不济，必是吓到魏婴了。小孩子敏感，被误解了意思，更是连辩解都不会，生怕说错话。再联想到这人的经历，
心下像是被狠狠拧了一把。那个天不怕的少年，现下竟是如此提心吊胆、小心翼翼。小团子不知蓝忘机在想什么，被抱住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便已经愣住了。掉下来，被接住了，久违而熟悉的感觉。身子从失重的不安感里解放出来，被温暖的怀抱裹住，心香袅袅，连带着空气都不再沉寂了。莫名涌上来一股泪意，被他死死压在嗓底，手掌柔嫩的软肉被自己死死扣着。不能哭，不能哭，可当那少年的焦急映入眼帘时，眼眶还是不自觉地酸涩起来。他被接住了，然后被当作小孩子一般哄着了。太久没有过了，久到他已经忘了，即便闭上眼看不见，伤口也是会疼的。蓝曦臣轻着脚步走出了门，顺便把窗关上了。身后的竟是烛火昏黄摇曳，映在窗前，看着很暖和。蓝曦臣笑了笑，不再说什么。魏婴，蓝忘机轻声地试探着，吓到了。小魏婴呆愣地点头，复又摇头。小手扒着蓝忘机的脖子，将自己的婴儿肥蛋在了蓝忘机怀里。他在尝试，他在亲近他不由自主地想依赖的人。他知道不能给人添麻烦，但就这一次，拜托了，他真的想被面前的人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，就像他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。他4岁，已经能走会跳了。他可以独自活下去，他能在恶犬口下抢食不被咬到，他已经逐渐学会在发烧受伤的时候拄着棍子去采草药了。他不是小孩子，但他还是个小孩子。暖意自接触的地方攀附而上，似乎要把怀里的小人儿融在怀里，那温度熟悉而陌生，烫的小家伙眼眶酸涩，檀香沉沉的，那么绕着他，就像是一只大手，轻轻抚着他的头，那么大的手，把小家伙柔软的身体包覆着，柔情几乎要化成一汪蜜水。他多么想就这么任性下去，他想死死抱着面前少年的脖子不撒手，使劲钻到他胸口最缓和的地方，把冰凉的身体捂热。他还想哭，他想把这么多天从未与别人说过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娘说，他出生时哭得响亮，脸皱成一团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又像是想把这辈子以后的眼泪都一开始就清算掉。他很想再那样哭一次，他记不得出生的画面，只是由心而发的委屈，天大的委屈。这些天的冷暖，那些等不到的人，他都想与他说，也只想与他说。阿英不想回夷陵，夷陵很冷，阳光很少。阿英还是害怕狗的，尽管有的狗狗不咬人。伤口其实是很疼的，摔跤也很疼。其实他并不是个乖孩子，他怕疼。阿英想娘亲了，还有爹爹，很想，每天每时都想。阿英喜欢二哥哥，阿英不想离开二哥哥。